赵亚宁，立德集团副总裁。您这英文名字是 Alicia。Alicia，OK。Sunny， 很高兴认识您。幸会，杨总。如果以后有什么生意上可以合作的地方，您给我打电话。好。那我先走一步。好，拜拜，赵总。再会，杨总。你和赵亚宁互留名片，这在哪儿见着的？今天一大早，我去给孙先生扫墓，正好他也去给孙先生扫墓。他给孙先生扫墓？从他祭奠孙先生的样子来看，倒还挺真诚的。所以我就临时决定，上去跟他正面碰一碰，看他见到我之后是什么反应。那他什么反应啊？一口咬定从来没有见过。哎呦，这明显是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从今天他的反应来看，我更加确定了，他是个有身份的人。谁？你找我有事儿？坐。赵总，跟莫斯商贸集团接触的怎么样？一直都在保持联系。我听到一些关于核电企业的消息。快凉了，要不要吃一口？破解搞定了，这么快？怎么说 ？AI 帮我对比了访问记录，找到根源了。当天孙先生在晕倒之后，我跟欧先生检查过电脑，总共发现了3次访问记录。一次是13点37分，一次是14点17分，一次是15点33分。但是现在这台电脑上多了一次访问记录，是当天下午16点05分，访问时长1分32秒。从这台电脑现在留下的痕迹来看，绝对有人执行过拷贝动作。？16点05分，转运电脑的车辆是15点52分离开的国家会议中心，16点48分到达的3处。那16点05分，这辆车正好行驶在路上。所以说这次非法拷贝，属于是远程拷贝，对吗？对，那就跟黎科说的对上了。黎科，你们都知道了？推测。哎，我也，哟，干什么？我这来的不是时候啊。对，啊，赶紧进来，把门关上。不能让第5个人知道。第6个。什么第5个、第6个？你来的正好，我们有重大发现。还记得那天在天台上，你跟我说，怀疑电脑在转运的过程中遭到了非法侵入。在张局长的授权下，小田对孙先生这台电脑进行了全面调查。经过2个晚上的努力，他有了重大发现。就在当天下午16点05分，孙先生这台电脑遭到过远程的非法拷贝。燕 A 88661那台车，很可能坐的，就是执行非法拷贝的人。你看，真让我说对了，都没别的可能性。那这技术你了解吗？暂时不了解。明天一早上班，你和陈科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技术。是。厉害呀！哎啊，你找我什么事儿？我就点2碗馄饨，点多了。不多，一块儿吃呗。哎，通过这几天的调查，案情已经基本清晰了。远程的非法拷贝，就发生在电脑转移的过程当中。这辆打着双闪的，是黎科他们转运电脑的车辆。这辆在最后的黑色小轿车，车牌号88661，就是嫌疑人的车辆。这2天小谭一直对这辆车在进行摸排，你说是什么情况吗？
这辆嫌疑车属于千里达租车公司，承租人是一名普通的退休女职工，姓刘，但她本人表示并没有租过车。从她的反应上来看，我相信她没有撒谎。但是根据租车行的租车记录显示，那辆嫌疑车确实是用刘阿姨的身份证办理的，那就说明有人盗用了刘阿姨的身份证，租用了那辆嫌疑车。那怎么回事呢？那身份证丢过？没丢过，而且刘阿姨一直很小心地保管着自己的身份证。但据我再三询问，刘阿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只有一次身份证离手的情况，那就是17号，旅行社帮刘阿姨办理机票和酒店预订的时候，旅行社拿走了她的身份证2个小时。租车行的租车记录显示，租车时间就在这2个小时之内，所以我的推论是，问题就出在旅行社这儿。身份证的经手人查到了吗？查了，旅行社的导游叫庞淑琴，这是他的资料。赶紧走！哎，张哥，别走，你们别走！哎，我跟你说，你们别走！哎，红姐，我跟你们说呀，咱这个年龄啊，年轻的时候吃那些苦啊，咱就得会享福。哎呀，会给自己花钱。你说这，哎，小伙子，哎，我跟你说啊，你们是不是来看看这老年旅游项目的？给你们老爸老妈一个惊喜，哎，让他们出去转转。庞阿姨是吧？啊，是啊。哎，我们你认识我？我们坐下说。坐下说。哎，好，咱坐，来，坐。你们是老客户介绍过来的吧？那好，我呢给你们打8折。怕也是这样，您借组建旅行团的机会，私自出借他人身份证，有这个事儿吧？这你们怎么知道的？我们就是干这个的。哦，不就借个身份证吗？有这么严重吗？我劝您最好还是一五一十的老实给我们交代，我们会考虑从轻处理。如果你对我们有什么隐瞒的话，到时候事儿可就大了。哎，庞阿姨，没事啊，您啊就实话实说，好吗？我说啊，我全给你们说，我以前呢是做保洁的，我们公司那个老总啊，对我挺好的，经常呢给我买点吃的，买点喝的。有一回啊，我们在一起聊天，他跟我说呀，他经常租车。他这个人呢是外籍人，用护照租车呢挺麻烦的。他叫我呢帮忙。我想呢，这多大点事儿呢，就把身份证呢借给他了。我一共啊就借了3回。明白。那这家公司叫什么名字呢？叫慕斯，哦不对，莫斯，哦，莫斯商贸集团。这个老总叫什么？查理总。阿姨，是这个人吗？对，查理总，就是他。知道了，庞阿姨，我想提醒您，以后千万不要再把身份证借给任何人使用了，好吗？哦，我知道了。非常感谢您今天提供的信息，对我们来说呢非常重要啊。给您留一个我的电话，如果这个查理总再联系您，务必给我们打电话。还有，今天的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讲。哦，谢谢啊，再见。哦，再见。怎么样？刚才那出行不建议？别那么江湖。师傅，不错。远程的非法拷贝，跟这个杜克，还有莫斯商贸集团，肯定是脱不了干系。之前孙先生被害，大概率也是他们干的。所以从现在起，我们接下来的工作是展开全面对莫斯商贸集团的调查。
Ladies and gentlemen, experts and directors, thank you for attending this conference. I'd like to officially announce that Zhounan Power Plant has mastered all HTGR technologies. After conquering all challenges, Zhounan now has Gen 4 nuclear technology. 2 weeks ago, China made an announcement of HTGR technologies. Zhounan had never announced any progress before. Yet now, you had mastered all key technologies. Were these two events related at all? Nuclear power is created from a base reaction of nuclear fission. In 2000, experts around the globe confirmed 6 types of Gen 4 nuclear reactors. They publicized this information soon after. HTGR was one of the 6 types. Its basic principles were fully disclosed. Will you have a technical presentation as well? There's nothing in the pipeline so far. So, did you not reference China's work on the nuclear power reaction technology? HTGR uses helium for core cooling and heat transfer. And a decade ago, we completed a small-scale laboratory validation long before China did. We just never announced it. Mr. Sun optimized the reaction and process for high-temperature cooling, which boosted the raw materials utilization ratio. But he is not the person who invented the HTGRs. So for the record, we had nothing to reference even if we wanted to. Does it mean that you're still using the most basic reactor model? We have our reasons for keeping our technology private at the moment. However, on behalf of Zhounan Power Plant, I'd like to announce that we have already begun negotiations with the renowned energy company Capital City. We hope they will prove fruitful. We also welcome more cooperation from around the globe. This concludes our press conference. Thank you all for your time. Mr. Henry, I saw the news. According to my sources, China's Huazi Group has been privately involved with Capital City. So we have decided to join the game and seize the advantage. The rest is up to you now. How long? 1 month. I understood. Jay，新闻看到了吧？中南电厂刚刚宣布掌握了高温气冷堆核能关键技术，也宣布和首城电力公司开始谈判。莫斯商贸集团还是中南电厂的运营方吗？是的。那我们跟莫斯商贸集团签合约了吗？目前还没。不过你放心，我跟香德已经在过合同了，3天之后正式签约。我就知道，你从来不会让我失望。现在的主动权啊，已经不在我们手里了，拖得越久，咱们越被动。我明白。明白，请领导放心，我们尽快查明真相。是。进来。周南电厂的新闻您看了吗？部里刚刚来电话，说的也是这件事。这事儿我有点没想明白，想请您过来帮我捋捋思路。孙先生之前跟我讲过，说周南电厂的研发进度始终都很缓慢，在世界上第4代技术的研发企业里面，他们都算排名靠后的，怎么就突然宣布自己掌握技术了呢？还有，根据我们最近的调查显示，莫斯商贸集团是周南电厂的其中一个股东，也是他项目的实际运营方，同时还是非法拷贝孙先生电脑数据的幕后主使。有意思吗？所以周南电厂的技术来源于非法拷贝。陈秋推测，他们拷贝的内容最多超不过20%。你的意思是，周南电厂可能并没有实际掌握第4代技术？大概率应该是这样。可是我没想明白，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呢？明明没有，却偏说有，冒这么大风险，目的很显然，就是暂缓华泽集团和首城电力公司的合作，先发制人。说白了，就是占坑。但这么做等于倒计时啊，也把自己逼上绝路了。
按您这么说的话，确实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他们必须尽快得到第4代的技术。所以我想向您申请，对莫斯商贸集团进行全面的监控。现在我们掌握的都是周边线索。莫斯商贸集团是外资公司，对它实行全面监控，容易引起很多麻烦。这样，你还是带着小组低调调查，动作要小，不要引起他们的怀疑，但是要尽快的摸清他们的真实目的和计划。是。对咱们来说，也是倒计时。那就预祝我们后续的工作一切顺利。非常感谢。自从对莫斯商贸集团进行深入调查以来，有一个人引起了我们格外注意。赫尔曼，瑞士籍，现年71岁，曾是 NGS 制药研究所的首席工程师，6年前退休。4月18号18点20分，一辆白色本田商务车开出莫斯商贸集团，这辆车最终停在了机场的停车场。雪莉下车后直接来到接机口，接到一名白发老人，这个白发老人就是赫尔曼。随后，雪莉和赫尔曼乘车回了莫斯商贸集团。赫尔曼是4月15日从瑞士飞到的江城，4月18日从江城飞到的延平。2天后，孙先生死于心脏病。心脏病药物专家辗转多地，来了延平。2天后，孙先生死于心脏病，这巧合的有点过分了。这个 NGS 具体是一家什么样的医药公司？NGS 是近年来东亚新崛起的医药公司，产量和销售量并不是巨头级规模的，但是凭借着强大的研发能力，发明过多种治疗内科疾病的有效药品，更是在治疗心脏病方面做出过突出的发明成果。最知名的药品就是赫尔曼发明的药品 AR， 创新性的从药用植物当中提取的甾体总皂苷，被誉为更健康的阿司匹林。心脏病。这个赫尔曼跟孙先生中毒应该脱不了干系。你马上安排人对这个赫尔曼进行24小时监控。好。杨处，还有个情况，赫尔曼目前已经离开延平，返回了瑞士的苏黎世。跑得够快的啊！你继续深挖这个赫尔曼。好。陈哥，带着你的人，把赫尔曼到达延平之后的全部行程，给我进行一个仔细的梳理。明白。杨处，上次你让我再详细调查一下赫尔曼入境后的行踪，我看了之前调查人员写的关于赫尔曼入境后的行踪报告，报告显示，核能会议那天，赫尔曼随雪莉乘坐一台白色的本田商务车，从莫斯商贸集团出来后，上午曾到达过2个地点：国贸中心和农展馆。但是经过仔细调查，我发现他们还漏掉了一个地点——华松美食店。事情是这样的，由于华松美食店是孙先生经常去的地方，所以我对华松美食店进行了一次复查，结果发现，华松美食店正门以及停车场的监控探头都是坏掉的，这引起了我的警觉。于是，我又调看了周边的一些探头，结果发现，美食店旁边中餐厅的一个内部探头，透过中餐厅的玻璃窗，正好可以看到美食店的停车场以及美食店的正门。于是，我就调看了那个探头的录像，结果发现，4月20号，也就是核能会议举行的当天中午11点1刻，孙先生走进了华松美食店。11点25分，莫斯商贸集团的那台白色的本田商务车也开到了华松美食店的停车场。随后，雪莉和赫尔曼走进了美食店。11点35分，雪莉和赫尔曼走出了美食店，开车离开。11点45分，也就是雪莉和赫尔曼离开华松美食店10分钟后，孙先生也走出了美食店。
说，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中毒事件是在几个小时以后发生的呀。就算他们都凑到一起，说明什么？不管怎么说，陈秋这个发现很重要，这个华松美食店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会议当天，孙先生和赫尔曼同时出现在美食店里面，不管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我们对这个华松美食店都需要做一个全面、详细的调查。您好，先生，我们现在非营业时间。您好，请你们配合一下。店里现在只有你们2个人吗？后厨还有厨师。老板在吗？老板不在。麻烦给老板打个电话，请他回来配合一下我们。不好意思，我没有老板电话。那请你回忆一下，4月20号当天中午，你有在上班吗？我记不清了。请你仔细回忆一下。是你们店里人吗？Yes. Yes. I know. Why? 追上！李静，李静！今天下午4时左右，朝阳区光亮街十字路口处发生一起车祸，一白色轿车与一自西向东的大型普通货车发生碰撞，引发爆炸，原因不详，现在调查中。现场人员1死1伤，后续为您继续报道。You did a thorough job. The phone number can't be tracked, and we have been meeting without cameras. I've also covered our tracks at his house. Sir, with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monitoring our every move, it's hard to do anything. We don't have time. We need to keep the will to go ahead. The will's the ace up her sleeve then.
开车逃跑被撞死的人叫伍德，他是华松美食店的店长。车祸事故现场已经勘查结束，所有的物证都已经带回来，现在正在进行处理。同时，对伍德的住所，我们现在也在进行侦查。韦建连夜对伍德的手机进行了修复，恢复了其中部分数据，发现了这张照片。这是我和李健第一次跟踪赵亚宁的时候，在湛山酒店的西餐厅。那天中午，赵亚宁和桑德鲍伊在那里会面，他们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注意到我了。伍德家有什么发现吗？暂时没有发现与情报相关的线索。知道了。这是湛山酒店的西餐厅，我和你师傅在那里被人偷拍了，你马上去一趟，调取4月11号当天，重点是中午12点到1点之间的监控录像，把偷拍的人给我找出来。放大图像，果然这张照片是杜克拍的，那就可以说明华松美食店的老板伍德和莫斯商贸集团是有直接联系的。杨处，证据确凿，直接抓吧。现在还不行，我们要对付的不只是杜克，还有莫斯商贸集团和他背后的势力。现在我们掌握的证据只能给杜克定罪，但是我们更要掌握莫斯商贸集团背后真正的计划是什么？所以从现在开始，对桑德鲍伊和杜克进行24小时监控。你带一组，你带一组，两边倒。你们信息科和网络技术科做情报支持。是。Sir, I was followed. Stay calm. I was too. If this guy is aboard on the little tour, I'm happy to be the guide. All right.
杨处，杜克今天不是购物就是玩，而且他这人买衣服喜欢买2件一模一样的。他现在在健身房待了快1个小时了。他们的反侦查能力很强，千万别掉以轻心，跟紧了。知道了。听到你们高兴，哪里的就位。我们一起进场吧。就走吧。这里。各位来宾，下午好。在这个温暖的下午，让我们专注而真诚地与新锐派作家卢卡·莫里先生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心灵沟通，沉浸式体验在卢卡先生的文学世界。首先，请允许我向各位介绍今天到场的贵宾——新锐暖心派作家卢卡·莫里先生。他身旁呢是优秀的青年翻译者，同时也是他这次作品的翻译合作者，才华横溢的谢小曼女士。卢卡先生特意嘱托，让我特别介绍他的最佳读者，同时也是他的挚友——莫斯商贸集团的总裁桑德鲍伊先生。最后向大家介绍卢卡先生的中国好友，立德公关集团大中华区副总裁赵雅玲女士，欢迎。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掌声有请新锐派作家卢卡·莫里先生，跟大家交流一下到了中国以后见到中国读者他的感受。有请。请区主任来一下。有什么情况？孙先生留下的血液样本复查时发现了异常问题。也是来参加读者见面会的。对。Orange 可以。江德先生，请问能采访您几个问题吗？当然，我们去安静的地方。请。好，我们走。这边。请。在这灯光下可以吗？当然可以。您
在商场叱咤风云这么多年，能给我点Sunny。Alicia, hi. Hi, how are you? Ben, thank you. And you? I'm fine too, thank you. 敬那些年的李雷和韩梅梅。你们搞商贸的对外国文学也有兴趣啊？说实话，一窍不通。但是这本书的中文翻译是我的邻居，也是我的球友，所以过来给他捧个场。这么巧？更巧的是，在这儿还能碰到您啊，缘分。啊，刚才听介绍说您和卢卡先生是好朋友啊。卢卡先生的翻译谢小曼小姐是我介绍的。那我想采访您一下，为什么会选择我的邻居、我的球友做这本书的翻译呢？不是我选择的，是谢小曼小姐的才华赢得了卢卡先生的欣赏。对于我呢，我只是接受委托，完成任务，仅此而已。那作为这么大的跨国公关公司的副总裁，这么小的业务也不会放过吗？哎，真正专业的公关公司往往看重的首先就是客户的需求，而不是利益。对哦，你们搞商贸的，是不是永远都把利益放在前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那您跟桑德先生是利益关系还是朋友关系？合作关系。了解。适配一下。OK。请进。找我，什么事儿？哎，曲主任也在啊。哦。下面谈的事情，仅在咱们3人之间。曲主任，你说嘛。好。经过反复化验测试，我已经确认，孙先生的死并非突发心肌梗塞，而是毒素导致。这种毒素也不是一般的毒素，而是从河豚体内提取的 TTX 变种毒素。因为这种毒素独特的生物碱性，所以躲过了第一轮血液检查时的化验。TTX 毒素，河豚毒素 TTX 是一种生物碱，是自然界发现的毒性最强的神经毒素之一，0.5毫克就可以致人死亡。而河豚中毒者在食用河豚后，一般都是在10分钟至45分钟之间出现中毒表现，而有些人也会延迟3个小时之后再发病。这是自然界毒素的性能。由于这种毒素可以阻碍人体神经间的信号传递，可以控制心脏骤停时不可能控制的血流量，所以这种毒素在药物上一旦研发成功，对心脏病的治疗将会有难以想象的疗效。而如果这种毒素往毒药方向研发，就可以利用这种毒素天然的延时性来控制中毒者的毒发时间。换句话来说，可以让中毒者几个小时之后再发作，而孙先生就是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孙先生在进入会议中心之前已经中毒了。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线索，孙先生在毒发前4个小时和赫尔曼一起出现在了华松美食店，那就不是偶然的。华松美食店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对孙先生投毒的现场。
光临。因为这种毒素独特的生物碱性，所以躲过了第一轮血液检查时的化验。TTX 毒素，河豚毒素 TTX 是一种生物碱，是自然界发现的毒性最强的神经毒素之一，0.5毫克就可以致人死亡。而河豚中毒者在食用河豚后，一般都是在10分钟至45分钟之间出现中毒表现，而有些人也会延迟3个小时之后再发病。这是自然界毒素的性能。由于这种毒素可以阻碍人体神经间的信号传递，可以控制心脏骤停时不可能控制的血流量，所以这种毒素在药物上一旦研发成功，对心脏病的治疗将会有难以想象的疗效。而如果这种毒素往毒药方向研发，就可以利用这种毒素天然的延时性来控制中毒者的毒发时间。换句话来说，可以让中毒者几个小时之后再发作，而孙先生就是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孙先生在进入会议中心之前已经中毒。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线索，孙先生在毒发前4个小时和赫尔曼一起出现在了华松美食店，那就不是偶然的。华松美食店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对孙先生投毒的现场。好，欢迎光临。您几位？啊，这边请。Here. These two are most likely from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Both very powerful men. That's why we need your help. I understand. How do you feel to be an author, Kashi, huh? I'd honestly rather be an assassin. I told you, boy, to be cautious and keep low profile. I hired 4 ghostwriters and paid for marketing and publication to cement your status of a new author. You may just become famous from this. Even better then. I'm gonna keep this identity. And then, that woman, your translator, she's crucial to the next step of plan. Yeah, I know the plan. To make sure nothing goes wrong there.
Have I ever disappointed you since joining Hermes? No. You've always been proactive. You know, I never questioned your capabilities, but I had to remind you because of the importance of this mission. Trust me. Sander. Yeah. Egg for rice, your favorite dish at Afnich. Do you still remember that? Of course you always held my back. It's in your hands.根据我们这一阶段的调查，在华松美食店，孙先生坐过的座位下面，发现了微量的 TTX 毒素。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华松美食店就是投毒现场。现在可以下结论了，莫斯商贸集团就是毒害孙先生，并且处心积虑窃取我国重大科技机密的背后组织。证据确凿，可以收网了吗？辛苦了。我们已经接近真相了，但现在还不是收网的时候。据分析，他们背后必有更大的动作，所以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挖出隐藏更深的敌人和幕后黑手。哎呦！哎呦呀！没事。哎呦喂呀！哎呦呀！我回来了！哎呦，哎呦，我回来了！这人呢？哎呀，嗨！哎，人呢？哎，我回来了！哎，这人呢？怎么那就知道我回来，他就是没人啊？那么忙啊？我天哪，这不白演了吗？我这儿，哎呦！事业代表有什么意见，请直说。是的，施代表，我们完全可以坦诚的交流。潍坊提供的这个技术展示的这套玳瑁，我不是很满意，我还需要一个更加详实的玳瑁，里面需要包括具体的运行数据和计算库片段。抱歉，这是我的相机领导对我的要求。如果要想看具体的数据和计算库的片段，具体小样的展示，要放在临海。
为什么不在延平？这个技术的关键的一个数据是智能电厂和临海分公司一起研发的，所以放在临海有安全保障。目前5月11号，时间可以吗？好，我来争取。你要去临海进行侦查。根据新闻报道显示，这个莫斯商贸集团委托立德公关公司作为中间商，邀请首城代表和周南电厂的代表，在连海的莫斯分公司进行一场第4代技术的 demo 演示。但是根据我们的判断，他们绝对不可能掌握了第4代技术，这是第一个疑点。第二个疑点，为什么莫斯商贸集团非要选在连海的分公司进行这场技术演示呢？人全都在延平，延平的各项设施条件也都比连海要便捷，为什么非要舍近求远呢？我觉得这背后一定有文章，所以我今天就是过来跟您申请，想去一趟连海。要注意尺度。现在就差一层窗户纸，不能冒进。我知道，不会造成不必要的影响。你去连海用不用给你派人？不用，我一个人就行，目标小一点，隐蔽性也强点。这样，李健不是出院了吗？他和你一起去，也有个帮衬。脑子好点了吗？我还得照顾他，多不省心。你们2个谁也别说谁，没一个让人省心的。目标已经进入候机大厅。不用，谢谢。杨处，目标刚刚离开机场，进入了连海市区。收到，保持关注。哎，你最近跟那小田儿走挺近乎的。哦，工作需要。我说的不是工作，就看你们这个晚上加班啊什么的，有什么情况吗你？什么有什么情况？你什么情况？你对小田怎么这么关注啊？这不新人吗？菜鸟当然得关注一下。咱们刚进3处的时候，那张局不是也很关注咱们吗？哦，那你们行动组张雷、王红还有谭耀铎入职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关注我呢？你别逗啊，我就瞎问问，没别的意思。你紧张什么呀？我也没别的意思啊。哎呀，我就是看他送咱们的时候啊，笑得挺灿烂的，我以为是跟你这儿这个啊，你凭什么就以为冲我呀？你怎么不以为是冲你呢？是吗？啊？哎，有点意思啊。哎呦，这小条又来信息了，我听还是不听啊？你别闹，你别查我。监控那边说，他们预计1小时后抵达酒店。收到，快点开。嗯。
咱们的房间安排好了吗？马姐说他们的7层，张亚宁在716，桑德是718，其他人房间依次排开。我们的房间在707，最靠近电梯那个。桑德先生 ，Miss Zhou， 那个，我突然想宴请一下沙先生，气氛快乐一点。你觉得合适吗？没问题，我来安排。休闲来了，你也进去，在他们附近开间房。我一人，你不去？我在外边盯着呀，万一他们有接应的人，或者有什么突发情况呢？这歌一人怎么唱啊？那怎么了？现在一人都唱不了歌了。小田再能唱吗？你这哎呦，干嘛呀你？别喝酒啊！沈先生，不，这来，先停。我看他们那个喝的还挺开心的，不会真的掌握第4代核电技术？不可能啊！想不明白。谢谢。坏了，怎么了？喝茶又睡不着了。那正好啊，你先盯会儿，我睡2小时，一会儿换你啊。哎呀，这鸡贼！你再多说一句，我送你回烟品。J， 一切顺利，照常进行。放心吧，我明白。
The presentation shall begin.这都1小时了，不会合同都签了吧？看上去好像有点不顺利。J， 刚结束。是。是的。桑德他们已经回房间了，施主任这边已经先离开了，场面真的是非常的尴尬。我这边也都还在看。是。我们可能都被桑德他们给骗了，技术展示彻底失败。我怀疑桑德他们根本就没有掌握第4代核电技术。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去连海啊？现在我还不清楚，正在调查。我们还要继续和他们的合作吗？技术问题是桑德的事情，我们只负责公关工作。咱们好好配合就行，你懂我的意思。好，我明白。现在我还不清楚，正在调查。我们还要继续和他们的合作吗？好，我明白。哎呦，我说这俩人怎么一回房间就不出来了，挺郁闷的。你说他们有没有技术，自己心里没数吗？费半天劲就展示一个失败的技术，什么逻辑？小田发来信息，桑德和杜克订了3个小时之后的机票，回延平，这就回去了。桑德和杜克有车。哎呀，坐这车真不习惯，还是开本地车更安全。哎呦，这是去机场的路啊，真是来旅游的。看来这一次的技术展示确实很不顺利，迫不得已只能回延平了。进一步证实了我和张局的推断，他们并没有真正掌握第4代核电技术。这么随意的吗？不像之前他们那么严谨的风格呀。Follow plan. We have 2 hours. Will do. 哎，哎呦我天哪！抱歉啊。哎，没事。抱歉啊，我先帮您把安全带解开。我孩子没事吧？梁柱，您别紧张啊。孕妇，
头没有撞到吧？有没有觉得头晕恶心？肚子有什么不适吗？我肚子好像有点疼。您别着急啊，我马上给您叫救护车。啊，我能现在去医院吗？行，开咱们车送他去吧。您靠吧。下面这根我就不给您系了，上面这根我给您系一下。先送人去医院，这离机场也不远了，我自己想办法。行。好，请进。喂，田子伟，你帮我查一下，桑德鲍伊登机了吗？杨处，信息显示他们已经值机了。让马姐帮我联系一下机场监控室，请求他们的协助。在这些登机的人里，有你要找的嫌疑人吗？暂时没有发现。但是他们都在这儿排队啊，商务舱、头等舱也在这儿，不会有任何遗漏。值机了，却没有登机，这事儿有点奇怪了。这些是机场全部监控吗？不是。能帮我再换一批吗？可以。到达楼层3号门，画面放大，放大，在这儿。对，就是这2个人，帮我盯住他们。好。哎，田子威，帮我联系联海交通局，监控联 B77954一辆黑色丰田轿车，随时跟我同步它的位置信息。是。还有一件事情，请您帮个忙。您说，能借我一辆车吗？我那车有点小，行吗？哎，田子威，我刚过了321号高速点，他们在哪儿？杨处，他们现在在355号，大概比你快4公里。朝什么方向开？他们进入了右侧道路，去了荆州方向。荆州？对，应该就是荆州。孙先生的老家就是荆州，他们去那儿肯定有事儿。接着盯着他们。We don't have much time. Is this the way? Trust me. 喂，孙阿姨，你好，我是杨光。哦，阳光啊，我想跟您打听个事儿。您当时跟孙先生在荆州住了多久啊？大概是3、4年吧。这3、4年当中，孙先生有做过核电方面的研究吗？有啊，这次的设计有一大半关键的突破都是在荆州他的老书房里完成的。老书房地址您能给我一下吗？怎么了？哦，没事没事，就是简单调查一下。哦，荆州区南湖别墅2-1008。收到，谢谢啊，孙阿姨。
完事了吗？快了。我追踪到了桑德鲍伊还有杜康，他们应该是来了孙先生之前在荆州住的别墅。2个人现在应该是偷偷潜进去了，我就在别墅门口。你完事了，赶紧往这边赶。地址是荆州区南湖别墅2-1008。好的，你注意安全。好。这人是什么情况？送来的时候就是昏迷的，这是路人在马路上发现的，身上没有任何证件，只有一部手机，但是手机上因设置密码了，根本开不了机，不知道是干嘛的，也联系不到患者家属。行，来抓紧时间抢救。
王大夫，患者手机响了。接一下。你怎么会在这儿？我今天好像在酒店看见你了。等我忙完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是社区医院的医生接的。他们说你出事以后，有人把你送到了社区医院，然后我就配合他们的要求，把你送到了连海人民医院。你撞击的还挺严重的，有胸内部损伤，还有轻微的脑震荡。幸运的是，你的肋骨只是轻微的骨裂，但是如果恢复的不及时，会引起胸内部出血，后果也很严重。为什么要救我？我为什么要救你？这做人的基本道德，相识一场，我总不能看着你客死他乡啊。赵总那人还怪好的嘞。嗯。你先别动啊！我怎么觉得你总会出现在我周围啊？那你好好休息，杨总，我先走了。Thank you, Lisa. 拜拜，Sunny。什么情况啊？